我们都知道，食品上的有效日期决定了食品是否还可以吃下肚。但是你有注意到这些不同类型的有效期标签吗？不同国家的原产国会有不同的方式来表示产品的有效日期，好像有 best before、use by 或者是 expiry date。根据新加坡食品局的限定，全部都是代表食品的有效期。那 use by 就是适用于较容易腐坏的食品。best before 就是最佳状态之前就可食用。Expire date 有效期限，顾名思义就是食品能食用的期限，过了这个日期就不应该吃了。Use by date 最终食用期限标签代表超过这个日期后，食品可能不再符合产品标准要求，甚至可能发霉变质不能食用。因此我们常常能够在容易腐坏的食品如牛奶、沙拉等包装食品上看到，这些产品通常在7天以内就要食用。而 Best Before Date 最佳食用期限标签代表在食品超过这个日期后质量会下降，但只要食品没有变质的迹象还是可以食用，只不过口感味道可能不如有效期前。这种标签通常在不用冷藏或冷冻的食品，如罐装食物、面类等食品上能看到。最后在本地比较少见的 Sell by Date 售卖期限和 Manufactured Date 生产日期，通常是给商家参考食品在店内售卖的期限。食品的特质、加工技术以及包装方式决定了它们的保鲜期。比如，一些加入了特定化学物质的食品能够延长保质期，而一些真空包装能将食品同外界环境隔离、降低污染风险的技术也能够加长保质期。对于没有添加任何化学物质的食品，如新鲜果菜和肉类，它们是没有有效标签的。超市建议消费者在产品上架3天内食用。至于肉类，一般分为是鲜肉和冷冻肉，这两者到底有什么不同呢？冷冻的肉会在零下18度里面储存，冷藏的肉呢，就是在1度到4度储藏。在新加坡，冷藏的肉呢，我们都是当成新鲜的肉了，从猪场那边解剖之后就冷藏到超市。冷冻肉因为科技的发达，不同处理的方式当它解冻之后，其实它的新鲜度跟那个质量都跟新鲜的肉是不分上下的。在烹饪和采购方面略有心得的于振豪表示，食品买回来之后最好分类包装，以延长保鲜期。因为比如有时我们买的肉类，我们不是可能不是一次过就煮完嘛，会可能分成三包，就是分3次吃，为了不要拿进拿出让细菌滋生，所以你每拿出一次，你退了冰那个细菌就会滋生嘛，肉品质也会变差。他也建议，如果家里有小孩子的话，可以将买回来的鱼或肉切成小块，均匀地装入在一个小的透明包装袋里，需要用的时候直接剪开来解冻就行了。不但节省塑料袋，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肉。对于大块的鱼肉也可以这么处理，但是不要将鱼和肉放在一起，以避免交叉感染。储存蔬菜时，可以将蔬菜留在原本的塑料包装内，不然也可以将绿叶蔬菜用餐巾纸包住，吸走蔬菜的湿气，延长保鲜期。至于红萝卜、黄瓜等喜欢潮湿环境的蔬果，则是可以用加湿的餐巾纸包住。也有一些蔬菜根本不需要放进冰箱里，例如马铃薯、番茄和包菜，它们可以放在室温里长达1个星期。除了储存方式会影响食品的保鲜期，食品在冰箱的排放位置也很重要。就有网友因为冰箱塞得太满太乱，过了几个月才发现堆积在后面的菜都坏了。另外，冰箱太满也会阻碍气流循环，降低冰箱温度保冷的作用。收纳达人陈丽燕就建议利用塑料盒或自封袋来整理并且收纳食品，更妥善地运用冰箱的空间。我的建议是先用 Ziploc bags，它不环保，不过呢，你可以重用。比较喜欢用盒子的话，你的冰橱够大呢，那你盒子应该建议是透明的，不然就白色的，它看起来也比较干净，比较整齐。对，然后呢，就尽量是不要太高的。
自封袋可以用在散装的蔬果，封上后更整洁也卫生。其余有塑料包装的食品可以直接放进塑料袋里，但要确保别压到其他蔬菜。另外，也可以用这种带盖的塑料盒子，将一些相同类别的食品放在一起。最后，你也可以将干货如红豆、绿豆、芝麻等装进密封的透明罐子里，能够降低发霉的几率。看起来是不是特别整洁呢？整理完毕之后，就可以将它们放入冰箱。但食品放在冰箱的哪隔层也有学问。蔬菜、水果、奶制品等食品需要低温度保鲜，因此建议放在低隔层。而果酱、酱料这些易漏的食品可以放在冰箱内隔层上，方便清理。收纳达人建议，冰箱也应该定期清洁，大概2个月一次，将各隔层擦干净。不但能够定期的整理出不必要的食品，也能够去除残留在冰箱里的异味。